Hello，大家好，今天是4月29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美股周一出现高位吊颈线，这是一种风险信号，而本周市场同时将迎来大量的经济数据，可能会让美股产生更加剧烈的波动。而昨天盘中美股的 V 型反转，究竟象征着反弹依旧强势，将继续上涨，还是说本次的反弹已经来到末尾行情呢？我们看到本期视频行情图版。我们先看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172期的视频。阿哲依旧会通过以下的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盘前观点。在第一部分，阿哲依旧会讲解有关纳斯达克指数的市场观察。阿哲会讲到吊颈线、指数背离和空间技术今天日内的支撑和压力位。而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我们会在指数分析之后讲到个股的解析。阿哲会讲到以下标的。分别是特斯拉、英伟达、SQQQ、阿斯麦、博通、苹果、Meta、MSTR、皮尔提亚、谷歌、SMCI、亚马逊和台积电。希望今天的盘前视频能够对您有所帮助。如果您是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那么阿哲需要做一个温馨的提醒，因为阿哲平时所分析的标的内容是比较多的，所以视频时长会偏长。如果您不太适应观看长视频，那么阿哲建议你可以点击视频底下播放按钮旁边有一个三角，点开之后你会看到本期视频所有的时间轴。阿哲已经把本期视频当中所有的标的所对应的时间标记好了，您点击之后就可以快速跳转，希望以此能够解决您的一些烦恼。而如果您是老同学，阿哲还是比较希望您照常能够从头到尾能够完整的观看。同时，阿哲的观点依旧就是第一部分的指数观察是最为重要的一部分，这一部分阿哲也放到第一部分。只有对于指数目前有一个明确的观点，对于美股市场接下来的走势有了一个看法之后，您在个股的交易上才不会做错方向。所以第一部分千万不要随意的跳过。现在我们来看到左侧的图表，左侧呢是纳指的日线图。我们之前讲过稀有长阳的观点，就是股价在突破了稀有长阳的高点之后，价格出现回落是正常的事情，它要去回测这个突破是否有效。昨天股价出现了阴线下跌，盘中甚至产生了负阴线，但最后却出现了 V 型反转收回来了。而昨天的下探，它其实也可以证明前方的阳线的高点是具有一定的支撑的。那么在出现有效收阴跌破阳线高点之前，那么这个回撤它如果是以小阴线、小 K 线的构造去形成的，那么我们觉得它后续还有上涨空间，这是第一重阻力，也是上期视频我们讲到非常重要的一点。目前的稀有长阳没有被有效跌破，那么在没有明确的转向信号开始之前，千万不要盲目的去做空或开空单。而至于上涨反弹是否减仓，其实是可以的。本次的行情越是上涨越是走高，因为还是属于熊市的反弹当中，所以在上涨途中每见到一根阴线，你都可以去把手中的获利筹码去进行兑现，这是绝对没问题的思路。接下来我们来讲到第一部分，叫做吊颈线。吊颈线呢是在 K 线的蜡烛图形态当中比较经典的一种单根 K 线的走势。而关于吊颈线的条件其实很简单，只要价格处于上涨途中，出现了一根带有长下影线，这个下影线一般得要是实体的2倍或3倍，这个以上会更好。而当出现一根下影线至少是实体2倍的 K 线时，那么它在上涨途中就可以称其为吊颈线。它的上影线不要比实体长太多，不要比下影线长太多。像昨天这一根就是相对标准的一个吊颈线。而同时我们会看到底下的成交量是放量的。关于放量，我们曾经讲过，如果股价要出现拐点，要出现转向，放量是一个前置条件。成交量的形成是会有买卖之间的交易，那么量能的产生，它则说明今天有很多人在卖出，又有很多人在买进，所以成交量才会出现放量。那么在什么位置会出现卖的人很多，买的人也很多呢？就是市场当中有分歧的时候。当市场有分歧，有人认为后续市场可能上涨还要继续涨，有人认为涨到这里已经结束，所以放量的每一次出现，就说明每一个分歧之中它的产生。我们看到前期比较关键的转势的地方，比如说这样的一根阳线，是不是价格在整体下调的时候出现了放量，而后出现了转向，低点在此出现。那么在这一根 K 线也是明显的放量，是不是它的昨天就是后续被验证的高点？是不是也是放量出现了转向？那么像这一根阳线也是下跌途中在连续缩量之后的放量，而这个位置出现了反弹的低点。
在反弹过程当中有一根明显的放量阳线，是不是构成后续反弹的高点？而在价格下跌途中呢，是一个相对放量的下跌，这一天是放量下跌，第二天低开高走，又是放量的转向信号，而股价产生低点。这一天是出现放量的阳线长阳，而这个高点是不是形成了一段时间？价格后续下调出现反弹，这一天也出现了放量，放量之后第二天出现了缩量回落10日线，那么价格重新出现回调。所以我们会知道，股价的放量就是分歧的产生，而分歧的产生容易在后续出现拐点。当然有时候分歧之后也会重新走为一致，比如说像这一天的决策假阴线，它也是分歧有明显放量，当第二天依旧走出上涨，就说明昨天去卖出的人他有点保守，那么第二天的阳线就说明依旧修复而后看涨。所以像昨天纳斯达克指数出现了明显的放量，这个量呢比前期这1-2周都要高，所以这个位置有产生比较充足的分歧。那么这个分歧产生，它会不会成为拐点？你要关注接下来的一个走势。如果接下来市场的方向依旧出现反包阳线，那我们认为这个方向在分歧之后再次走为一致看涨。而假如在这个分歧放量之后，第二天依旧选择回落收跌，甚至把这一个放量 K 线的低点跌破，那么就说明昨天跑的人是对的，大概率是大资金。那么后续分歧往后就是拐点的产生，所以这个放量可以看出目前面临分歧点，而这一个吊颈线也是一个风险信号。这个 K 线形态加上这个量能的出现，所以目前要小心风险。所以昨天如果你再次去减仓是没有问题的。我们接下来看到吊颈线昨天的盘中分时，价格走势出现了一个明确的早盘到午盘的单边下跌，而后市场出现了再次的单边上涨，走了一个很标准的日内分时当中 V 型转向的动作，单边下跌单边上涨。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对于前期的这个下跌，其实是有人呢在本质上涨当中的一个获利兑现行为，也就是说分歧开始产生的地方。这个分歧点就是前期的获利盘以及前期的一个套盘可能出现解套后的释放，所以有人出现了卖，而后整体市场出现回落。所以昨天这种 V 型的反转在盘中，它意味着市场先出现了流出，而后再出现流进，整体的力量是流出资金强于流进资金，因为最后股价并没有收绿，而依旧是收红的，依旧是收阴下跌的。那么对于这种盘中出现的 V 型反转在日 K 上所形成的吊颈线，我们具体应该怎么去分析？它一定会代表后市会下跌吗？我们可以来到实际的图板当中去分析一下当前的纳指行情。目前我们所看到是纳斯达克指数的日线图，在日线图上，阿哲把吊颈线的一个 K 线显示为白色的 K 线。那么当你在图表当中看到的白色的 K 线都为股价上涨时所出现的吊颈线。为什么我们要去关注在行情走为上升时所出现的这种长下影线呢？因为价格走势如果真的是非常强烈的看涨意愿，上涨如果真的没有丝毫的问题，那为什么盘中会出现有人大幅的卖出呢？如果没有人在盘中出现大幅卖出，又怎么会有长下影线的产生呢？虽然长下影线说明买盘后续挺进了，再次修复了一部分卖出的资金，但问题是，如果市场整体真的是一致的看好，那又怎么会出现这种长下影线？所以上涨途中出现的长下影线，一般也意味着有资金在暗自的出逃。那么这种资金有可能是短线资金，有可能是一些反弹的主力军。如果在上涨途中是主力军出现的提前抛售，而散户不知觉当中还在维持看涨的意愿去买进，就会导致这种 K 线时常会产生在高点，因为它是一种资金提前离场而散户接盘的动作。所以我们看到前期所产生的这些白色 K 线，那么像这个位置之前的高位的时候，是不是也经常会出现涨着涨着感觉很强势，阳线多阴线少，是不是到了这里开始连续出现了高位反弹之后的吊颈线，有长长的下影线，而后这两根当时还都是阴线。那么在这两根吊颈线之后，那么价格整体是回落的，回落过程当中还后续出现一根大阴线，确定了前面两根吊颈线它们是资金出货。所以你要注意的是，在市场当中，如果多头不是很强，比如说不是一个牛市的市场，而是熊市的市场以及震荡市场，整体要是震荡以及下跌，那么在出现了一段时间的上涨之后产生的上涨途中的吊颈线，这种下跌时的就可以不用去看，就看上涨当中很明显加速单边上涨时，而整体还在震荡行情当中的吊颈线一旦出现，就意味着本来就不强的多头行情在这里出现了分歧。
那么后续的上涨很多时候都是诱多而已，很多时候它哪怕后续还能够上涨，还能够反弹，大多也都是诱多行情。包括这一波单边上涨加速之后的吊颈线，第二天立马就大跌，它们都意味着昨天的吊颈线都是大资金离场、散户接盘的信号。有谁在强势上涨当中提前卖出，而又有谁在卖出之后还勇敢的去接盘？在某些高位，它象征了散户高位站岗的信号。当然，这种 K 线单根只能说明有这种可能产生，更多的我们可能需要结合一些卖出信号，比如像右边这里后续有大阴线，明确表示前方是主力出逃，而这里呢有一根负阴线，表示前方这里开始风险释放。像这一天呢，吊颈线后是大阴线产生，是吧？都是风险。如果听到这里还不太明确，那么阿哲呢带大家看一下之前22年的熊市行情。目前大家所看到的图表，左侧是21年的高点，右侧是22年下跌后的一个底部区域。那么你会看到图中的一些白色 K 线，它在哪里产生？是不是这里产生过熊市下跌时的一个反弹？反弹时出现了吊颈线，股价没有立马下跌，它还出现了一个下跌后的反弹，是不是还创了新高，有大阳线？但是在吊颈线之后，如果你知道目前的市场是熊市，亦或者它是一个多头不太强势的行情，在连续上涨之后，那么出现这种吊颈线，价格后续哪怕涨，你要小心，很大概率是诱多的阶段。后续股价以这样一根断头铡刀 K 线出现了加速下跌，确认了前期这个位置都是高位资金出货的阶段，而在这里买进的散户呢，就只能在熊市当中再次的高位站岗。像这一波反弹也是的，价格很是强劲，股价呢在上涨途中其实真的强劲，真的单边上涨，它不会那么容易出现吊颈线，它不会说动不动出现一个长下影线。当你发现当出现比较标准的下影线、吊颈线的时候，是不是就面临到了一个弱势行情的诱多阶段？又包括像前期这里，是不是价格出现之后，其实反弹的高位区就出现了？价格出现吊颈线之后，是不是整体行情哪怕还在强势反弹，它是不是已经预示了这是一个资金出逃的位置？它不一定会马上下跌，但是未来的每一次上涨你都要小心。这一次一次熊市产生之后的吊颈线都是我们去小心的，所以在熊市行情当中，除了三小顶、除了负阴线等等 K 线之外，吊颈线也是一个风险提示的信号。这一个是今天阿哲所分享的第一部分内容。在回顾了之前我们所看到弱势行情当中的吊颈线之后，你再回到昨天的盘中所看到这种下跌而后 V 型反转的行情，很多同学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是多头特别强势的现象。但是如果是在熊市以及多头没有彻底转强的市场，这种吊颈线就是一种资金提前出逃的一根 K 线。所以阿哲才会讲到，目前的美股很有可能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上涨诱多阶段。接下来我们再看到指数背离环节，我们讲过稀有大阳是第一个大压力，想要指数出现明确的上涨，继续延续上涨，稀有大阳的高点必须要有效突破，不再跌落，这是第一个阻力。那么第二个阻力呢，就是日线的顶背离现象。什么叫顶背离？就是目前的纳斯达克指数和标普500指数它并没有产生同步。你会发现在最近的走势上涨当中，有一个地方一直没有消失，就是前面的标普500这个灰色的缺口块，而这一个缺口截至目前为止依旧没有回补。我们看到目前最新的行情，是不是直到昨天出现了吊颈线之后，股价依旧没有回补这个缺口？也就是说，上方的纳斯达克指数早就把缺口回补了，而下方的标普到现在还没有回补。这个背离的级别其实蛮大的，有1个月之久。所以一旦这个背离确认无法修复，那么市场将会出现下跌，并且下跌的级别也会相对更大一点。当前出现了放量吊颈线，而后背离还未修复，所以大家关注一下这个地方。如果本次的上涨能够出现一根阳线，最好是实体阳线，把前方缺口给完全回补，那么我们认为在放量吊颈线之后，市场依旧还能够有上涨空间。虽然是诱多阶段，但短期还没有到彻底的释放风险的时候。但假如这个缺口它依旧迟迟不补，甚至出现一根阴线重新跌回前方大阳线的低点，那么结合放量吊颈线和顶背离以及大阳的高点重新被跌落，那么这里的风险将会彻底快速的释放，那个时候将又迎来单边的下跌行情。所以当下呢是属于一个价格的分歧，而后市场当中
大部分资金有一些已经提前离场，有一些还在盘中观望。当前股价走到这里，千万不要盲目的去再加仓做多，我们更多的应该是找到机会，将曾经的获利筹码进行兑现即可，不要随意的再盲目加仓。除非能把我们上期视频所讲到的2个主力位彻底完成，那么后续它可以继续看涨到170天均线。以上就是阿哲对于目前指数的一个分析和观点，希望对此您能够明白，并且对您的个股操作能够有所启发和思考。如果是老同学听到这里对您有所帮助，可千万不要忘记为阿哲的视频照常点一个小红心，点一个赞。如果您的时间比较充裕，也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视频底下的评论区，为阿哲送上一句您宝贵的评论。谢谢您的点赞和评论支持，感谢老同学。而如果您是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刚刚见到阿哲，假如今天阿哲视频当中的观点对您能够有所启发和帮助，能够让你学到一些技术分析的分析技巧，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收听过程当中点击一下视频底下的订阅按钮。在点击之后会显示已订阅，那么就说明您成为了阿哲讲技术频道的订阅观众，而后您把全部铃铛给点开，而未来只要点开了这个全部铃铛，我的每一期视频和观点在发布之后，您就会收到阿哲频道首个通知，会通知您阿哲发布视频，发布了观点，您可以及时来收看。感谢您的订阅，谢谢大家的支持。接下来我们来到第3点，有关于今天日内所要关注的支撑和压力位。这个空间技术点位分析是我们最近或者说每一期视频必定会去做的内容。前方的技术分析呢可能会有所变化，但是空间技术的点位测算是必定要去观察的。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就是空间预测部分，在左侧有一条信息，这条信息呢就是阿哲每天盘前会去做到的某些标的的日内支撑和压力位的计算。而只要您是今天刚订阅阿哲的同学，那么这也可以作为您首次订阅的一个粉丝福利。在每天盘前，您会在一段时间之内限时都可以领取得到这条信息。上方呢是阿哲在4月28号盘前的一个观点，已经提醒大家要稍微小心一下突破之后它的有效性，以及在阴阳交错变盘之后的变盘 K 线小心变盘向下。而下方呢就是纳斯达克指数、特斯拉和英伟达等日内所要关注的支撑和压力位。您可以直接在日内关注他们的一个撑压效果，也可以像阿哲一样，在右侧这是一个纳斯达克指数的日线图表，阿哲也把这一个支撑和压力位把它标记在了图表当中。你会看到这些 K 线底下有一些标记的红灯，有一些标记的绿灯，它们分别代表什么含义呢？如果股价出现的是红灯，则说明阿哲当天盘前所发布的支撑位盘中支撑被收盘跌破，那么就说明空方是占据主导，空方短线强势，只要小心后续的下跌。而股价如果在下跌途中出现了绿灯，则说明阿哲今天盘前所公布的那一个压力位被收盘给突破了，那么就说明多方开始走强，价格将容易出现反向。所以在熊市当中呢，多关注红灯的产生；在牛市当中，多关注绿灯的产生。熊市当中所产生的红灯是一次一次看空市场的机会，而价格走势在反弹的时候，只要是熊市，它一旦反弹要结束，大概率会以红灯给你提醒。那么前期这个低位的上涨反弹，我们是如何通过这个红绿灯去把握的？我们曾经有讲过，红灯是一个空方强势，绿灯是一个多方强势。如果2根 K 线在2天之内相续的出现，那一般来讲说明有反向的机会。比如说昨天是一个红灯，说明空方很强，而第2天立马就变绿灯，说明多方变得更强。比如说昨天是一根红灯，说明空方是很强势的，占据主导优势，而第2天立马变成了绿灯，这说明多方反而又变得极强。这一般意味着绝处逢生、物极必反的现象。所以当红灯之后立马接绿灯，就是一种比较好的短线买点。像前期这一波反弹也是如此，在红灯之后立马就变成了绿灯，是不是也可以把握一波反弹？当然如果反过来在绿灯之后立马出现红灯，那也就是做空机会、卖出的机会。那么当前股价的反弹一路走到现在，是一个红灯都没有出现，所以这一波单边的反弹究竟何时会产生巨大的风险，我们也可以通过红灯来去进行把握。大家可以看到最近的这2天
是不是在这一根阳线仿包之后，后续的2天底下是没有灯的？没有灯就说明空方不强，多方也不强，而在上涨途中，则意味着这2天都只是惯性的上涨，它携带的之前3根绿灯的惯性，目前还在上涨，但已经不足以构成绿灯，也就是说多头是在减弱的。那么多头在减弱，如果不及时的补充多方的力量，不及时的再次转为绿灯，那么后续迎接它的必然就是红灯。这是今天我们日内的预测撑压位，低点支撑在17078.1，高点的压力在17416.74。如果股价今天收盘价能够突破这个高点压力，就说明今天是绿灯，那么多方再次补足，那么这个放量吊颈线就还不会立马出现风险。而假如今天收盘价就跌破了17078.1，那么也就说明这里的放量吊颈线这个位置真要成为一个高点了，因为红灯将会在这里产生，所以股价走到这里，红绿灯记得及时看好，什么时候跌破日内预测低点，就属于彻彻底底的右侧确认高点信号。所以如果是今天刚看到阿哲视频的同学，记得把这2个点位铭记在心。而如果您是今天刚订阅阿哲的同学，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每天盘前阿哲都会把这个数据、把这个点位告知给您，因为每天这个点位都会有一些细微的变化，所以每天您需要有所更新。如果今天收盘价并没有跌破也没突破，那么就继续看到周三的最新的预测点位。接下来阿哲告诉大家，如果您已经订阅了阿哲，如何能够去领取到这个每天的盘前解析？其实很简单，您可以打开阿哲视频底下的评论区，在评论区当中呢，有一条阿哲所发布的置顶评论，点开置顶评论，你会看到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那是助教老师的 Telegram 的链接，点击那一条链接，您就可以跳转找到助教老师。当然直到这一步还没有结束，因为助教老师呢每天会面临很多同学的一个咨询，所以您必须要找到他，告诉他您需要什么。这里阿哲比较建议您可以给他发送2个文字，叫盘前，这也是一个领取的口令，发送之后他会告诉您怎么去领取每天的盘前解读。那为什么阿哲要用这个每天的盘前信息作为我们的粉丝福利呢？其实很简单，阿哲的频道主要作为知识的分享和技术分析的教学，阿哲相信每一个订阅阿哲的同学都对技术分析应该都有一定的热爱，不然的话您不会订阅我。所以这个盘前解读信息大部分里面的观点和内容都是阿哲在视频当中所分享的知识点，而您通过盘前解析的观点的跟踪，那么对于市场对这个方法会有更深的理解，所以阿哲才每天坚持更新这个盘前解读，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好的去在实战当中使用技术分析。但这里要提醒一点，只通过盘前的这一些简短的文字就想要完全的掌握方法以及落实于实战，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困难和不足。所以对于我们的粉丝同学，一般阿哲会准备另外的一些更加适合学习的一些福利。除了刚才我们所讲到的盘前解析点位预测之外，我们还会有专门用于学习知识答疑的学习小组，同时还有更加进阶知识分享不公开的内部直播课程，这些会比盘前解析的文字，这些内容会比盘前解析的那些文字更加适合于有时间能够投入到学习当中的同学。不过这里要提醒一点，就是我们的学习小组不是每一位同学订阅阿哲之后都可以加入的，因为阿哲想要粉丝群组更加好于管理，并且人数不要过多，所以会有一些小小的门槛。这个门槛就是阿哲希望是订阅同学里面真正热爱学习、热爱技术分析的人才能够加入，并且一定要有时间学习。那怎么样阿哲才会确认您符合这些条件呢？其实很简单，您只要能够收听一次我们的内部直播课程，并且完成一次内部直播课程当中课程老师所安排的作业，您写完作业之后交给助教老师，在助教老师评分合格及格之后，他就会邀请您进入到粉丝的学习小组。也希望每位同学都能够花足够的时间在我们的内部直播课程中去进行学习更加精进的一个技术分析，而不只通过盘前的文字来学习。那么接下来阿哲也给大家去讲一下本周的课表。在每一周我们都会有不同的主题班课，每一周都会有具体的课表进行一个公布，所以如果您是新同学，未来每一期的课表、每一期的学习，希望您都不要落下。只要您能够找到助教老师，并且给助教老师发送报名，那么他就会在后续的课程当中给大家去提供这一个思想的小班课链接。您在公开频道是听不到这些课程的，您只能够找到助教，跟助教报名之后
才能够在香港时间上午10点的时候收到这些内部课程的一个报名链接。本周我们的课程是从4月29号开始到5月2号结束，每一节课程都会有回放进行提供。比如说今天的4月29号已经有老师分享了如何去狙击龙头进行低吸的策略。如果您今天听到但是错过了，没有关系，您可以找到助教申请回放观看即可。每一期的直播只要您有时间，那么就不会让您错过。那么希望在本周的龙头赚钱策略当中能够对您有所帮助，也希望每位同学都能够准时的参与我们的内部课程。阿哲相信这一笔盘前解析的文字更加适合大家去进行技术分析的学习。听到这里，那么对于第一部分我们的纳斯达克指数市场观察，您就有了一定的观点。对于指数的方向明确之后，我们就可以来到第2部分、第3部分的个股解析。同样的，对于指数有了一定认识之后，您手中的个股操作也会明白不少。我们现在来到第一支标的，会先讲到特斯拉。我们先看到特斯拉的空间层面，目前的特斯拉是一个很明显的震荡行情，它的震荡下沿是 229.201 以及 233.04 所形成的震荡，而它的上沿压力主要是集中在 287.13。 那是不是股价最近这段时间一直在这里徘徊？而这个价格的下轨和上沿，我们是已经公布了很久。这一波下跌是不是也是在 229.201 附近出现了略微一次的跌破，立马就收回？这一轮的回踩是不是也到了 229.201 出现了略微的跌破，第二天出现反包，而后价格出现再次上涨？而如果目前的特斯拉还没有摆脱震荡行情，那么从这一个下轨开始出发，它的目标最终应该是谁？是不是应该是这个上轨 287.13？ 所以在上期视频我们看到这根大阳线很强势之后，阿哲就给他去讲到，它其实代表是一个风险，因为这一个震荡空间已经走完，这里它必须得要出现加速有效的突破，才能够再次的把上涨做多空间打开，否则在这里就是一个高点风险区域。前期这里止跌可以说是一个低位，但是走到这里已经开始作为短线高位。短线高位出现吊颈线，而且是决策假阴线，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是不是持有特斯拉的同学已经开始要有所减仓了，要小心了？所以在空间上这个地方不突破则见顶。接下来我们看到资金和动能方面的解析。当下我们所看到的是特斯拉的日线图表，上方是动能 K 线，下方是 BBD 的资金。那么在动能 K 线上看，是不是前期上周五还有一个绿灯，而今天绿灯消失？所以这说明它的一个上涨动能也是有所减弱，目前在惯性的一个上冲。底下 BBD 资金它还没有出现流出，所以整体在变盘信号上，目前资金上是没有反应的。我们需要等到它流出才能看到那根关键的 K 线。那么何时特斯拉会出现明确的空方转强呢？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关注一下，是否在反弹当中会出现红灯。像前期这个低位出现反弹，是不是也是出现了一个红灯，立马第二天转为绿灯？那么这种红灯转为绿灯之后的股价走势，只要不是说立马转为红灯，像前面这里出现了红绿红，只要不是这样子，它出现了红灯后绿灯，那么价格后续只要维持绿灯亦或者无灯，那么我们就能够依旧保持看涨。那么这一波反弹是不是也是在见到了红灯之后出现了一个转向，是一个明确的确认右侧信号风险的一点？那么当前价格也是一样的，出现了红灯之后的绿灯，那么价格出现了反弹，那反弹过程当中上方是不是出现了一个无灯的 K 线？无灯 K 线就说明当前是在徘徊，在停顿，但还没有完全的转向。何时会转向？需要看到今天的预测点位。今天价格的预测低点是 279.15 作为日内的支撑，而高点 301.59 作为日内的压力。如果今天在决策阴之后，特斯拉出现收盘价跌破 279.15， 那么红灯产生，在这里将要小心右侧的风险明确信号，这是目前我们在动能上需要关注的一点。以上就是关于特斯拉的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英伟达的解析。我们先看到英伟达的空间图表。上期视频我们有讲到一个关键的价格，就是这一根线，这个线的压力是 109.5，价格出现反弹之后，到这个线附近，我们说要出现有效的突破才行。而上期视频这根阳线，它是一个实体未过半的阳线，所以感觉很强，但其实还不行。那么在第二天出现了一个下跌，一个低开，
那么最后产生了收盘跌破了 109.5， 那么则再次的确定了 109.5 是没有被有效突破的。那么跟特斯拉一样，当你在一个压力位附近出现走弱、出现阴线衰弱的时候，它其实也意味着风险，也意味着这一波上涨到了一个阻力区。主力区走弱，那对于左侧来讲，其实已经构成离场的信号，特别是弱势反弹当中。所以当前的英伟达关注 109.5 作为一个压力线，目前是没有突破的。我们再看到资金和动能上有何提醒？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是英伟达的动能 K 线和 BBD 资金。这一波上涨，英伟达也是保持着绿灯，而且它是连贯的4根绿灯。那么在4根绿灯当中，目前也还是没有形成红灯，所以在这里我们也依旧要关注一下今天所产生红灯的要求。后续的每一天盘前当中，阿哲也会把特斯拉和英伟达的一个红绿灯的条件写在盘前解析当中。如果您是订阅同学，那么记得可以每天关注一下。像今天价格的低点支撑是在 105.2， 而高点的压力呢是 109.55， 股价如果收盘突破高点压力，那么这里将是再次的绿灯，那么也是再次延续看涨。如果跌破 105.2 呢，那么说明这里是一个红灯，本次反弹面临更大的风险。底下的资金当前也是顺势的流进，还未构成流出，所以这里呢还不构成我们太多的一个变盘信号。不过前期这里是一个转灯的 K 线，或者说这一天呢是一个流出的 K 线，它当时是一个变盘 K 线，而这个地方是上穿 K 线，所以目前的股价为什么没有那么容易跌下去？因为前期这里呢是2根变盘 K 线的重叠，所以这里的下跌是有支撑的。所以股价英伟达如果要继续走为反弹后的下跌，那么有一个支撑位是要破的，就是这一根 K 线。这根 K 线如果能被一根阴线给跌破，那么基本上可以再次的看空，再次的看到前低会被破位。那么以上就是关于英伟达的解析。接下来我们看到 SQQQ。目前我们先看到 SQQQ 的空间图表，在空间上价格曾经在170附近出现了反复的徘徊，每一次跌到170附近，我们就说它有机会是一个行情的底部区间。是不是这里跌到170止跌，170止跌，这里都是在170附近出现止跌反弹机会？那么现在呢，出现了跌破1天，跌破2天，170日均线目前面临一个关键的支撑位，就是第2根阴线这个低点。这个低点只要没有被有效的跌破，那么这里将是我们所说的大底的区间。当然了，如果它出现惯性的下跌，那么阿哲底下有标记了一个区间 30.55 和 29.46， 这是一个强支撑区，但是最好不要用收盘价去试探。阿哲更加希望的是有那么一根 K 线是下探后回来，不要去跌破2号 K 线的低点，那么就说明这里是很明确的大底阶段，只是等待启动阳线而已。股价目前的下跌是单边的，没有出现一个明确的启动，所以在空间图表上，我们所需要的一个 K 线就是能够反包昨天的那么一根阳线。比如说今天如果能出现一根阳线把昨天的上影线高点给吃掉，那么这里就是明确进场信号。而如果没出现之前呢，就继续等待，不要着急。我们再看到资金和动能方面，从动能 K 线上看，是不是这一波下跌其实也是连续的2天无灯，所以整体呢下跌和上涨，纳指是滞涨，而 SQQ 呢是有所止跌。我们再看到下方这一个资金的流出，目前流出之后已经提前有了一点点资金流进，是不是连续的红色柱之后出现了一个绿色柱的流进？好，那么这一天是关键 K 线，关键 K 线产生，那么它的低点和高点就是重要的撑压位。那么也跟我们刚才所讲的是一样的，后续只要有那么一根 K 线收盘价过去它的高点，我们就认为结合170日均线的支撑，这里看大底上涨。而如果股价依旧收盘价把它跌破了，同时也会顺势跌破2号 K 线低点，那么就千万不要抄底 SQQ。 所以这是有一个前提条件的，千万不要跌破它，只要不跌破，等待反包进场即可。如果这里能够出现绿灯，也是一个蛮不错的信号，所以我们也要看一下今天的绿灯 K 线。所以今天绿灯 K 线它的研判条件，看到高点的压力是 33.215， 而低点的支撑呢是 31.450， 那么这2个价位可以作为关注的红绿灯标准。以上就是我们的第2部分关于特斯拉、英伟达、SQQQ 3个维度的解析。那么接下来我们在第3部分，阿哲会用更快的语速或者说更快的研判方式
告诉大家，以上这些标的的短线策略还是会通过空间资金动能方面来去讲解，但是阿哲就不会专门的去画这个空间的撑压位了，因为要去画的话比较耗精力，这个标的太多，所以阿哲会用专门研判空间的指标来告诉大家，以上这些个股他们在空间上究竟它的价位是高还是低。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一只个股是阿斯麦，当前我们所看到是阿斯麦的日线图表，图表当中有3个指标，分别是 K 线的动能 K 线以及下方 BDD 资金指标。那么最下方呢是龙头引力，我们用龙头引力来关注当前价格的股价空间。因为阿哲呢是首次在公开频道去讲到这个指标，那么这里呢我们就简单做一个介绍，或者说它的一个使用的方案。阿哲不会讲很多，我们就看到这一个中间的红色线，红色线可以代表股价目前所处的资金的位置。而这个图表当中，它分为了3个部分，最上面的这个绿线这附近属于最高位，属于预警区。如果这一个红色线龙头线到了绿色线这附近时，就说明当前的股价应该是一个短线、中线上的高位区间，要小心做多。而如果股价是来到了底下红色线之下，就说明在短线上是一个低位区间。如果你要去做多，很多时候在这个红色线附近去找机会，效果会更好，因为更多机会是在低位产生。而中间的白色虚点呢，它就是一个中位线，在这个中位线之下，那么价格还算是低；在中位线之上，那么哪怕没有进入到绿色线，也还算是偏高。所以这是一个中轴线，中轴线以下为低位以及超低的价格低洼区，在中位线之上可以说中位偏高，而后在最高的地方是预警区、风险区。所以以此呢，我们可以对于股价做一个界定。那么通过阿斯麦的解析，我们可以看到价格 K 线上当前是连续绿灯之后没有继续维持绿灯，所以当前是不是走出了一个三小顶？所以股价目前的阿斯麦是一个衰竭的上涨信号，下方的资金又转为了红柱，而转为了红柱说明连续流进之后出现了变盘信号，是首根流出，它的低点如果被跌破，说明本次反弹见到高点区间。那这里究竟空间上算不算高呢？ K 线上感觉动能不够，资金上感觉有变盘信号，但是空间上呢？我们看到空间上目前其实处于中低位，而后这个白色线是不是还没有碰到？好，那么有同学说，那么也就是说当前的价位其实是不高的，但其实它也不低，因为真正的低位呢是前期这里出现聚宝盆的时候。出现聚宝盆就说明龙头线进入到了是一个价格短期之内超级低的位置，那么这种位置去做多，它就容易出现短线的超跌反弹以及上涨行情。那么现在到了一个中位，怎么去看？如果是在牛市行情当中，这个中位就说明确实很低，但现在是一个熊市。比如说我们看到前期这个龙头线往上走，是不是也到了50轴附近，在中轴附近，它也是在这附近，但是它就是高位了。所以价格的走势高位和低位是有所区分的。当市场出现聚宝盆在低位时，往往这种行情去做多，至少短线上是没有太多的问题的。而如果价格上涨遇到了高位区间或者说风险区间出现上来同时，那么这些点位你去做多就要小心风险偏高，这是正常我们不管是牛市还是熊市当中都可以去用的。而中轴线呢就不一样了，中轴线需要看一下牛熊市，在熊市的下跌当中，哪怕只是中位轴，哪怕它没有到高位，它是不是也容易出现反弹的高点，是吧？只要是中位线，是不是也容易产生反弹的高位区间？所以在熊市当中，你只要记得略微超过中位线，到中位线附近就已经是熊市当中的高位了。所以当前的阿斯麦因为是反弹，所以目前越临近零轴，越说明它足够形成一个反弹高点的确认。空间上，阿斯麦目前也是偏高的。当前的龙头线在 44.672， 基本无限接近于50轴，所以目前的阿斯麦呢就不能够随便做多，因为当前是熊市反弹，空间上已经算是熊市的高位。而最后我们也要看一下它有关今天的日内撑压位，在 K 线上我们注意它的低点支撑是 660.24， 跌破就是红灯，高点的压力是在 673.60， 突破就是一个绿灯。而下一只标的我们就看到博通，博通整体是不是也差不多？上涨时出现了连续绿灯，但最近2天没有绿灯，而第3根它是一个三小顶模型，三小顶支撑位就是阳线的低点，
下方资金还未流出，所以资金上比阿斯麦要强一点点，它还没有那么快流出。底下的龙头引力告诉我们，是不是目前无限接近于零轴？我们看一下数值是多少，现在赢到了 49.096， 基本上今天略微波动就会到50轴，所以这里属于熊市当中的预警区间。目前博通的这波反弹是前期龙头引力在聚宝盆低位的时候发出了一个低位看涨的信号，而后产生上涨。那么这一波上涨如果是牛市当中可能能够高看一线，但因为目前是熊市，所以到50轴附近你要知道目标位差不多已经完成。这里又出现上涨当中反弹衰竭信号，那一旦出现下跌信号我们就要小心。比如说这里如果出现红灯，结合空间上属于熊市高位，那么我们就要小心它所产生的风险。所以今天的预测高低点是多少呢？低点的支撑是 190.75， 高点的压力是 195.495。如果三小顶再加上红灯产生，又加上龙头引力的空间熊市高位，我们就要注意了，这里风险是很大的，不要随便再看多。下一只个股我们看到苹果整体的走势，前期底下聚宝盆是不是在低洼区出现了一个上涨，涨到现在已经有连续3天没有出现绿灯了，而这3天也是三小顶。我们发现个股很多都有三小顶，而指数是没有的，指数反而可能偏弱一点。我们所看的这些科技股反而是偏强，底下的资金呢连续流进还没有流出，所以这里呢依旧可以用三小顶去看。底下苹果也是接近了50轴，所以从前面的低洼区一路往上走龙头线，到了50轴，当前是不是又到了熊市的高位？而我们往前去看，价格从前面高点下跌，是不是确立了熊市之后，股价每一次下跌反弹的时候，只要过了50轴，那么是在这个区间就属于熊市的高位。而现在又到了低洼区，是吧？每次下跌到了低洼区，说明有低位的一个机会找买点，而价格来到低洼区就找低位的机会，那么这些位置至少会有熊市的反弹，每一次都大体如此。只是有聚宝盆的话呢，可能这个低位的反弹力度会更强一点。但你会发现，不管如何，只要是熊市当中，它到了50轴，或有时候都没到50轴。但是我们知道这些位置都是有很大概率是反弹的高位区，不是一个做多的好地方。今天的低点支撑，低点是 208.8， 高点压力是 212.840。那么价格如果今天跌破 208.8， 再结合在空间上属于熊市高位，那么这里也将是小心的一点，风险将会释放。我们再看到 Meta 的整体股价走势是连续出现了3次的低洼区，是吧？每一次都产生了反弹行情，而最近这一次呢是有聚宝盆，所以整体反弹力度呢还算不错，并且能够把握。当前的股价走势也开始出现了决策阴线，它不是三小顶，那么就说明它的股价走势会比前面所看到的呢会相对弱一点点。那么决策阴线就以决策阴线来看待咯，股价的实体下沿如果被跌破，是不是也是风险信号？价格在资金上目前提供不了太多帮助，而在空间上呢，当前依旧是熊市，熊市之后低洼区往上走，目前还未碰到0轴，那么空间上其实它位置不算很高，但要小心价格不要出现有风险信号。所以看一下今天的股价是否会出现红灯，低点的支撑是 545.165， 高点的压力是 563.065，那么股价要收盘突破 563.065 才会是绿灯，才继续的看涨。而如果跌破 545.165， 而一旦出现红灯结合决策阴线，是不是同样也要小心价格的一个回落？下一只标的我们看到 MSTR 保持一个强势的上涨，是不是前期有很多个股其实已经处于熊市当中，而 MSTR 它整体其实还在一个高位震荡下跌的行情，最近出现了这波强势的上涨，它的一个下跌是到了一个下方出现聚宝盆的位置，是不是一个低洼区，价格空间上属于较低的位置？好，出现了第一波上涨，到了50轴之后，是不是出现了一个高位？回落之后再次上涨，走出了很强势的位置，而这一波强势的上涨是不是到了一个预警区？所以目前的 MSTR 已经走到了一个预警区，出现了上财通知，前方低点是聚宝盆，目前有上财通知，所以价格走势在聚宝盆时呢关注买入机会，在上财童子时呢关注风险机会，
去逃顶为主，不要随便的再看多。昨天它也是一个决策阴线，而决策阴线实体下沿，结合它是一个吊颈线，并且下方资金流出，所以 MSTR 小心了，这里的风险还是蛮大的。走到这里，前面有所利润，记得短线上要获利兑现，不要想太多，这里会不会再涨的问题，你只要知道目前确实技术面上有很大风险，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应该去获利兑现，而不是盲目的做多，更多机会应该在风险释放后产生。我们看到今天的预测高低点，今天的低点支撑是 361.89， 高点的压力是 381.02， 关注这两个价格，如果红灯出现，这一波从低点开始以来将会出现首根红灯，要特别小心。而后我们就看到 PLTR 呢，也是目前处于相对强势的个股，而且它不完全属于进入到了一个熊市当中，它整体还是一个牛市的行情。这波下跌没有碰到聚宝盆，但整体呢是在一个相对空间低的位置出现了一个上涨，因为它不是一个熊市，所以上涨时呢，大部分碰到零轴时，我们说除非立马转弱，结合 K 线，像前期这里碰到了50轴，结合 K 线，是不是有顶分型，有下跌信号，那么这一波反弹就结束。而这一次上涨遇到我们的50轴时是在这里，所以没有一些下跌 K 线，没有一些转向信号，所以继续呢维持上涨，因为它本身也不在一个很明确的熊市当中。当下呢属于连续上涨时出现了连续的什么 K 线，连续的三小顶，最后一根 K 线不只是三小顶，同时也是吊颈线。那么吊颈线产生又不是绿灯了，所以当前这里呢作为风险的释放信号。如果这一天今天立马出现阴线，而且如果能够是一根实体阴线，那么是不是这个地方也是转向的地方？接下来我们要关注一下今天的红绿灯的表现，如果有红灯配合，是不是效果会更好？第一点是 117.75 作为今天日内的支撑，高点压力是 111.78 作为今天日内的高点压力，如果突破则继续绿灯，那么下一个目标位就看到底下空间上出现上财童子了。下一只个股我们看到谷歌，谷歌的走势算是提前了，提前什么呢？提前走出了红灯。很多个股目前还处于上涨的延续当中，但是它提前走出红灯，并且底下出现了资金的流出，出现资金流出的 K 线，如果后续被跌破，那么就是更进一步确认低点，那么就是更进一步确认高点的形成。不过目前是连续绿灯之后的红灯，我们说绿灯之后立马产生红灯，它只要下一根 K 线不是出现立马的绿灯，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这个地方它已经是一个高点？因为绿灯代表多方强，红灯代表空方强，两天间隔出现，说明昨天的多方强只是一个诱多而已。那么谷歌提前于很多个股出现了空方的信号，转向的信号，底下资金呢也出现了流出，所以这天低点也作为防守位。今天如果继续收盘跌破它的低点，那么是不是更加确定了前方是高点？一步一步的确认，一步一步的看跌。我们今天来看一下会不会出现红灯延续。今天的预测低点是 159.115， 今天的预测高点是 163.685， 注意这两个价格在今天的撑压表现。下一只标的我们看到 SMCI 整体它也是一个熊市的序列，在前期出现上台童子见到高位之后下跌，下跌之后呢，目前是不是在震荡？因为它其实已经很临近这个低洼区，但是还没有完全进入到最底下的红色线之下，所以当前呢是一个在熊市当中偏低的位置，但还不是一个特别超跌的地方。价格走势目前上涨没有三小顶，因为它第三根阳线实体是放大的，底下资金呢也还不是明确的流出，所以 SMCI 当前的走势我们只能通过红绿灯来去辨别。如果出现红灯，那么照样是一个风险信号，在空间上位置不高，而在资金上呢还没有流出，所以主要关注动能 K 线，那么单一去参考。今天的预测低点支撑是 36.665， 高点的压力是 38.425， 这是两个撑压位在今天周二产生。接下来我们再看到亚马逊的走势，前期在聚宝盆出现超跌之后产生上涨，上涨途中目前其实一直没有靠近50轴，所以整体的空间上也不算特别的高。
在熊市上理论上应该是还有反弹空间，不过价格层面要小心跟随指数的一个调整，因为指数目前有所风险，而它当前是还没有突破左边阳线的高点的，所以对比于整体指数的环境，它是偏弱的，弱于很多科技个股，弱于纳斯达克指数的很多成分个股，它目前没有突破大阳的高点。而前面这一天是上窗 K 线，上窗 K 线的高点要被突破才能够证明有效。它突破呢，一天是10日新，一天呢是阴线回落，所以这个位置突破还不能鉴定是有效的，所以这个高点变盘不能说已经失效。当前我们也继续关注一下红绿灯 K 线，低点的支撑是 183.625， 高点的压力是在 188.96。目前依旧按熊市的反弹来看，熊市反弹到了50轴为一个高位区，但是不是说到50轴才会下跌，不到50轴它如果出现价格的衰弱也要注意，因为都是熊市反弹而已。下一只标的我们看到台积电3、2、1，下一只标的我们看到台积电。台积电整体的走势是不是也是提前出现了阴线？昨天呢，很多的指数其实并没有出现明确的下跌，而台积电呢是跌了 1.03， 并且底下的资金出现了流出，在连续流进之后的流出，所以这一天为一个关键 K 线。如果这里不是高点，那么这一根阴线的低点应该有支撑，而如果今天的收盘价把它低点跌破，那么说明这里将是一个高点的确认。再结合红绿灯 K 线产生之后，效果会更佳。我们再看到今天的红绿灯低点 159.54 跌破就是红灯，高点 164.36 突破就是绿灯。以上就是4月29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希望今天的内容对你能够有所帮助。美股出现高位吊颈，如果您目前还看多，那么可以，但是要小心后续的风险释放。切记目前不要盲目的加仓，等待更进一步的强势延续信号。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